本人觉得降龙罗汉实在太嚣张了，我才是为了顾全大局，请玉帝批准我跟他单挑。笑死人了！你打得过他吗？我要跟他单挑，算了，我要跟他拼了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没有想，听着，就算天条有什么不对，总有一条可以定你们的罪，押他们到凡间去，一个做猪，一个做狗，十世不得轮回。且慢，什么事？你说做就做，我说就算。我说你做蟑螂，你怎么说？压他们下去！慢点，别乱来啊！这是周星驰与杜琪峰联手打造的济公，它表面是一部嬉笑怒骂的奇幻喜剧，实则是一部人性与神性的深刻哲学。因为影片哲学思考太过于超前，与1993年观众的审美预期相悖，导致上映时票房失利。这部佳作也被视为周星驰的铺盖之作。影片围绕降龙罗汉下凡展开，他降临人间度化3位历经9世轮回的苦命人，揭示了一个朴素却又深刻的真相：真正的救赎从不是外力强行干预，而是源于人们内心的觉醒和顿悟。故事的开端，各路仙家齐聚天庭向玉帝告状：玉帝啊，降龙罗汉把我那棵蟠桃树上的蟠桃全都偷去给牛郎的牛吃了，还不止呢，他还串通那些喜鹊天天架起鹊桥，让牛郎织女幽会糗大了，已经生下1打孩子了。玉帝啊，下面凡间男女关系一向由我来掌管，谁知他来到这里乱搞一通，搞得皇帝要去追野鸡，堂堂一个公主要跟乞丐私奔呢。我才说了他2句，他就偷了我的哮天犬煮了吃了。你又是什么人呢？在下二郎神。玉帝，我这只眼也是被那王八蛋给弄瞎的，这只呢也是哮天犬的替身。我有国法，天有天条，这个降龙目无皇法，我希望玉帝批准我揍他。财神，你也不必这么冲动啊！这些都是小事。阎王直言这些都是小事。降龙偷了他的生死不改的一塌糊涂，至今为止凡间已经有18年没有死过人，甚至还出了一个500-600岁的人魔。众仙群情激愤，都希望玉帝可以严惩降龙，给3界一个交代。玉帝闻听此事，当即下令把降龙抓回天庭问罪。哪知讲义气的伏虎主动出现，故意吸引众仙的火力，还当众表示要代表降龙向大家道歉。你要是降龙，你就不你来了。都一样嘛，降龙伏虎都一样嘛。伏虎，是玉帝。没你的事，你干嘛上来啊？我是代表降龙来跟大家道歉的。你这么讲义气，难道你也有份儿？不关我的事啊。神仙就大了。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，降龙吊着威亚缓缓出现。众人本以为有玉帝撑腰，降龙一定会有所收敛，低头认错。可他非但没有半分退让，反而当众怒怼各路仙家，言辞犀利又荒诞。随便认错就想走，我们俩兄弟聊天几句都是你插嘴。哎呀，你这个造军，每逢年尾就想在下面讨便宜，人家不给你，你就到上面来说人家不是，插他。刚才插完好痛，现在又插。小小一个罗汉，什么事情都要管，岂有此理！你偷吃我的蟠桃，谁来？王母吃一点，人家也没说什么。什么？他吐槽王母每年都吃蟠桃，太过乏味，提议今年换个口味，改吃香蕉，甚至调侃二郎神的哮天犬早已成为了铁锅炖神犬，以至于二郎神不得已换了一只斑点。他斥责月老仗着手中的红线，不顾人间的真情，胡牵乱扯。就好像梁山伯与祝英台，为什么不肯把他们拴在一起，搞得他们扑坟吐血？他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我说你老了，没事就退休吧，不然将来牵错了红绳，弄到男跟男，女跟女，再弄下去人跟猪，蟑螂配牛了，这才是蚂蚁跟大象啊！别插了，人家年纪不小了，不要欺负他。哎呀，你想管闲事吗，野鹿王？不要碰面就插，我们是讲道理的。为什么凡间有个女子连生了16个女儿，就不肯给她一个儿子？为什么？痛骂阎王更是不懂得人间疾苦，女子连生16个女儿，因求子心切，最后导致她跳河自尽。到了地府还要被丢在油锅里炸成麻花，受尽折磨。降龙直言不讳地质疑天庭规则的不公，他以一己之力否定这些高高在上的神仙，可玉帝却认为凡人命运自有定数，非神仙所能擅自更改。争执之下，玉帝决定将他们押往凡间，一个做猪，一个做狗，十世不得轮回。就在双方争吵不休之时，天空中突降祥云，一朵圣洁的莲花缓缓舒展，观音大士踏莲而来。众人见状纷纷行礼。观音大士认为凡间的一切对修炼了上千年的神仙来说是微不足道的，经降龙一闹未必不是一件好事，或许是众仙了解人间疾苦的机缘。经过观音大士的点拨，降龙主动向天庭提出打赌，他一定可以逆天改命，度化苦命人。而玉帝声称自己早已选定了3个人，若能改变3人的命运，就算他赢。玉帝规定下到凡间不准用法力，只能用诚意去感化他们。降龙抱着必胜的决心前往凡间，临走前天庭没收了他所有的法力。阿龙啊，一路顺风，彼此好兄弟啊！好兄弟，
还有什么话跟我说？你死定了！你啥也不会打，法力也不准用，你到下面去死定了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降龙，你不会死。观音大士告知他在凡间轮回时曾留下一座金身，只要找到金身合二为一，便能重返天庭得到法力。除此之外，还送他一把心想事成扇作为防身之用。但是这把扇子每天只能用3次，虽说每天3次的使用机会足以应付他在凡间的事情，投胎转世的时辰已到，南天门的小兵便急匆匆将他踹下凡间。慌乱之中，扇子还留在伏虎的手中。伏虎拉着守南天门的天兵，希望与他一同前往凡间送扇子，可天兵生怕引火烧身，不肯与他一同前往。降龙煮哮天神犬那一天你也吃了啊？王母娘娘的蟠桃你吃了2只。九天玄女2个美女洗澡那天，你这王八蛋翘起来了！别嚷嚷，别嚷嚷嘛！你是不是犯贱的？一定要把你的丑事翻出来，你才肯就范。你找回啊！怕了吗？此时凡间的国清寺内，一对夫妻前来求子，住持告诉他们左右两边都是18罗汉，而求子之事就要拜观音大士。叩拜之际，观音大士的佛像眼睛眨了一下，紧接着供奉一旁的降龙罗汉佛像突然飞到2人身边，这也暗示2人虔诚的祷告得到了回应。降龙罗汉，哎，大师，我们想……我记得要儿子吗？没问题。